很多人花几十万做的植牙，很可能是在你体内埋下一颗健康的定时炸弹。你是不是也曾在牙医诊疗椅上听到医生建议你做昂贵的植牙，当下感到无助又疑惑，一颗人工植牙动辄十几万，真的非做不可吗？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牙医从不会主动告诉你的秘密，植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风险？聪明人早已在用的替代方法，竟然能省下90%费用。所谓植牙，就是在缺牙的位置种一个人工牙根。医生会把一根钛金属螺丝植入你的牙槽骨，等骨头和金属长牢固之后，再在上面装上一颗逼真的牙冠。植牙技术诞生于20世纪中叶，当时一位瑞典教授意外发现钛金属居然能和骨头紧密结合。进入21世纪后，植牙越来越普及，许多人一缺牙就想到植牙，好像它是理所当然的首选。植牙被称为缺牙重生的奇迹，并非没有道理。它的咀嚼力量很接近真牙，你可以放心大口吃东西。人工牙根独立存在，不需要像传统牙桥那样磨损临近的好牙。植牙的外观非常自然，装上后几乎看不出是假牙。它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好处，就是可以减少骨头流失。长期缺牙的人，牙槽骨因为缺少咬合刺激，会慢慢萎缩，脸颊看起来塌陷显老。植入牙根之后，骨头有了受力点，理论上能预防牙槽骨继续流失，但现实真有这么完美吗？牙医往往不会急着告诉你，植牙其实是一个侵入性手术，而且并非人人适合。如果你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，植牙成功率会大打折扣。那些看似梦幻的优点背后，隐藏着不小的风险。如果忽视这些风险，几年后埋在你牙骨里的人工牙，可能演变成一枚伤害你健康和荷包的定时炸弹。首先，植牙毕竟是外科手术，手术过程和术后都有可能发生并发症。上颌牙齿植牙时，如果位置掌握不好，可能刺穿上颌窦，引发鼻窦炎或感染。下颌臼齿区域植牙若深度拿捏不当，可能伤及下齿槽神经，造成嘴唇或下巴麻木的后遗症。这些虽是少数情况，但一旦发生，对生活品质影响很大。手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伤口发炎、感染、脸部肿胀、出血不止等问题。更大的隐患其实是在长期阶段，而这正是植牙被称为定时炸弹的主要原因。当你的人工牙根植入骨头后，初期看似稳定，1年2年都相安无事，但在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后，不少人发现植牙开始松动发炎，原因就在于一种植牙特有的慢性疾病——植牙周围炎。简单说，就是围绕人工植体周围的骨头和牙龈发生了慢性的发炎破坏，导致骨头一点一点流失。人工牙根没有牙齿的神经和韧带，早期的发炎不会像真牙那样有明显疼痛或松动，等发现时往往已经造成大量骨破坏。你的植牙在嘴里表面看起来好好的，但骨头底下可能正悄悄地溶解。等到你发觉假牙开始摇晃，很可能周围的骨头已经被细菌破坏的所剩无几。主要元凶就是细菌感染和慢性发炎。我们的口腔本来就布满各种细菌，真牙有牙周膜和牙龈紧密附着作为防线，而植牙周围的这道防线相对脆弱。如果平时清洁不够彻底，细菌容易沿着人工牙根的周边渗入深处，引发慢性感染。一开始可能只是牙龈轻微红肿，自己不会痛，结果日积月累，细菌在暗地里破坏骨头。许多植牙失败案例其实并非医生技术不佳，而是患者在术后口腔清洁没有做到位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人的身体状态让植牙从一开始就埋下定时炸弹。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牙周病或其他慢性发炎疾病，比如糖尿病长期控制不良，你的全身发炎指数处于高档，在这种情况下植入一颗人工牙根，身体可能会把它视为敌人。重度牙周病患者植牙失败率明显提高。据调查，台湾成年人口中有80%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，其中接近一半属于中重度牙周病。如果没有先治好这些问题就匆匆植牙，等于在一个不干净的伤口上缝合。当我们花重金做了一个植牙，自然期待它用一辈子。很多牙医在咨询时也会说，植牙初期成功率可达95%以上。
但这指的是手术植入半年或1-2年内的成功率。人的一辈子那么长，植牙要在口中陪伴你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久。据临床观察，植牙5年以上开始发生周围骨流失的比例逐年增加，10年左右可能有1-2成的植牙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炎、松动问题。植牙一旦失败，代价可不只是拔掉那么简单，你前前后后花掉的数万甚至数十万就打了水漂。人工植体取出后，那个区域的骨头通常已经遭受破坏，牙床里往往是一个更大的骨洞。要不要再补骨再植？可以，但会变得更复杂更贵。你需要先做植骨手术，填补缺损的骨头，再等待几个月愈合，再尝试植入新的植体。每一步都要花钱花时间，还不保证成功。有些案例骨头条件太差，医生会告诉你这里不能再植牙了，那时你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戴传统假牙。但你的牙床条件可能比最初拔牙时更糟糕。更惨的是，植牙发炎时可能波及旁边原本好的天然牙，造成邻牙也松动。本来只是缺一颗牙，结果搞到周围一圈都遭殃。为什么牙医诊所还是一窝蜂推荐植牙？因为植牙是一门高技术含量又高利润的项目，一颗植牙收费少则几万，多则10几万，全部由患者自掏腰包。而传统活动假牙或牙桥相对便宜很多，有的还有部分健保补助。在利润驱使下，许多诊所对植牙格外热衷，各种广告铺天盖地。即便患者原本还有其他治疗选项，医师也习惯性的优先建议植牙。替代植牙的方法有很多，有些选项不仅更安全，还能省下高达90%费用。第一招，能不拔牙就不要拔，最便宜、最安全、最省事的牙齿，永远是你自己原装的那一颗。很多人走上植牙这条路，是因为原本的牙齿被拔除了。如果当初能把那颗牙救活，是不是就根本不用植牙了？现在牙科中有一项关键技术叫根管治疗，俗称抽神经，它能拯救那些深度蛀牙、牙髓发炎甚至牙根感染的牙齿。经过这样治疗的牙齿，虽然神经没了，但牙根还牢牢扎在你的牙槽骨里，功能几乎和健康牙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保住了自己的真牙。有经验、有良心的牙医会尽量为病人保牙，而不是轻易拔牙。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根管治疗加牙冠的成功率相当高。很多人做完根管的牙齿在口中存活10几20年不成问题。第二招，拔了牙不一定要植牙，可以用牙桥或活动假牙。固定牙桥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典疗法，它利用缺牙两侧的邻牙做支柱，在上面各制作一个牙冠，中间再悬吊一颗假牙，连成一整座桥。牙桥疗程快，不涉及手术，不需要动刀植入人工物。缺点是为了装桥墩，两侧健康牙齿必须稍微磨小一些。牙桥的咀嚼功能和美观度都相当不错，大多能用10年左右，有的人甚至用20年以上。以同样缺一颗牙来说，做牙桥通常仅需2颗牙冠的费用，可能只是植牙费用的一半甚至更低。活动假牙是一种可以自由摘戴的假牙装置，它通常由一个树脂或金属的底座加上假牙齿和金属钩子构成。现代活动假牙已经有很多改良，例如隐形义齿使用弹性树脂材料制作卡扣，美观度提升很多。活动假牙的最大优势就是经济实惠，一副活动假牙的费用可能只是植牙的1/10不到。它不开刀，可逆转，如果戴不习惯，大不了不戴或重做，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制作周期短，通常几周内就能做好。缺点是稳定度和舒适度相对不如植牙或牙桥，需要适应。刚戴的时候口内有异物感，不能啃太硬的食物。但对于预算有限或身体条件不适合植牙的人，花不到1成的钱就把牙补好了，何乐而不为？第三招，照顾好自己的牙床和身体，比花钱补救更划算。很多植牙的隐患来自牙周环境差、慢性发炎。如果能提前把牙周病治疗好，把血糖等全身状况调整好，再来进行缺牙修复，成功率一定大幅提升，预防大于治疗。与其等植牙坏了去补救，不如一开始就避免它坏。平日养成良好刷牙习惯，使用牙线或冲牙机，保持口腔清洁干净。第4招，保持资讯透明，多方咨询不吃亏。
当牙医建议你植牙时，勇于问除了植牙是否还有其他选择。一位负责的牙医师应该愿意讨论传统假牙或牙桥的利弊。如果医生态度敷衍，只是一味推销植牙疗程，换一家诊所咨询可能会有不同收获。多听几个专业意见绝对有帮助。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。未来或许真的可以让人类重新长出牙齿。日本的研究团队成功让实验鼠和雪貂长出了新牙齿。他们研发出一种药物，可以抑制牙齿生长的基因，借此唤醒沉睡的牙胚细胞。这项牙齿再生疗法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如果进展顺利，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让这种长新牙的药物问世。届时人类掉了牙齿，只需打1针药就能长出第3副真牙。当然，目前这还是梦想蓝图，实现之前我们还得依靠现有方法。植牙虽好，但并非完美无缺，它对人的条件要求高，而且需要良好的维护。一旦忽略关键细节，它可能从治疗利器变成伤害你的定时炸弹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有其他路可以走，保住原牙也好，牙桥也好，活动假牙也好，每一条路都有成功案例，而且花费往往远低于植牙。聪明的人懂得审视自身情况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，而不是一味追求最新最贵的潮流。如果你牙周状况佳，经济许可又向往植牙的便利，那就放手去做，并且遵从医嘱勤保养。如果你的条件不那么完美，预算也有限，传统方法同样能让你恢复咀嚼和笑容，而且留下更多钞票在口袋，用最经济安全的方式重拾自信笑容。从今以后看牙时不再茫然无措，你就是那个知道内情、胸有成竹的聪明人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记得点个订阅，也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正在考虑植牙的朋友。